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微，欢迎来到老婆不要看单卡解析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赛队的 Jaylen Brown。回到了2016年，Ben Simmons 是第一轮第一顺位的状元，然后他就是探花。那当年赛队在开始面临到重建的部分的时候，他们既需要一个大前锋的 Wingman， 当时就选到了这个从1号位可以扛到4号位的一个大前锋的这个 Jaylen Brown。那当时他在全美已经是号称是很强的高中生跟大学生了。当然他在一开始最亮眼的部分，就是在 LeBron James 在季后赛的时候，他那个出生不畏虎的方式，他在紧急的方式都可以能够出高难度的出手，这是第一次我对他所亮眼的部分。当然那时候我也非常关注的是，整个赛队他的整个组成，因为他1号位到4号位都可以打，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工具人，而且他的体格、整个体态是非常非常强的。那当然后来又配上了同样的第一轮第3顺位选了 Jason Tatum 以后，当然我在那边我也收集了非常多，刚好他们就组合了一个冰与火的组合。简单的去讲述 Jaylen Brown 他的整个生长的环境，他非常特别，他爸是一个拳击的。这个拿过冠军腰带的这个拳击手，那他妈妈却是个博士，所以这些一些小道消息，去让你去了解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一些生长的环境。Jaylen Brown 他是受过完好的教育，他曾经出行在麻省理工学院里面 MIT 去讲述他对于教育的理想，非常特别吧？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会去更加的去深入去了解说。Jaylen Brown 这个人是有头脑的，他甚至去 claim 说，他一进入这个 NBA 的这个 league 以后，他是不要有经纪人，他认为他自己可以 manage 自己，所以是个非常有想法跟非常可以自我突破，就跟他爸妈一样，一个是拳击手，一个是博士，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combination，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出一个 Jaylen Brown。收藏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，他在整个季赛跟那个季后赛，他那种不怕生、不怕强势的，他可以在 LeBron James 防守，他可以在 LeBron James 前面灌篮，企图灌篮，他不怕去挑战这所有的这一切。他就说，他甚至会发言说，他没什么好害怕的，他只是另外一个很厉害的球员，但是我可能会比他厉害。所以他这种不怕输的态度会让我开始吸引，但是前提是他真的长得有一点点丑。他在一开始给大家认识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飞机头，你心想这是什么搞怪的球员啊？我说真的美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收藏的这个会退缩的。直到那时候我正在 eBay 上面去讨论，正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收他？然后结果那时候我儿子才刚出生不到1、2岁，他竟然在我旁边一直在那边点头，我就觉得那是天的注定啊！所以我那时候我还真的确定跟他问第2次说，你觉得真的这个 OK 吗？他就真的这样子在那边点头，所以我真的整个吓到了，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整个这样子去搜了 Jaylen Brown 的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不单是普卡，还有 Silver， 然后全部都是10之外。它全世界限量的10张金色的，我也收集。当时的持有成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便宜。然后这边也可以跟这个卡迷们稍微简单的介绍，第1张签名之前帕尼尼都跟大家介绍说，第1张亮，第1张签，但是第1张的这个纸面签我们叫做 Next Day，Next Day 就在这个地方，它会有一个简单的这样子的签名，它是它的第1张签名。再来就会跟大家讲的会是，那就是 RPA 了，就是那个 National Treasure 的这个国宝系列的这个，把自己的球衣再加上签名，好，这个就会是它最高档的卡。关于卡价的部分，我会说那时候在2016年，真的全部的注意的焦点都是第1顺位、第2顺位。那时候 Ben Simmons 在还没有打之前就是500-600块，然后大概 Ingram 大概才250左右哦，但是掉到了第3顺位就只剩下50
块左右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，第3顺位，而且是个 swing man， 在未来的这个整个球场的趋势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忘了好，这个跟大家讲，他的模板是 Harrison Barnes， 就是那个飞鹰啊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1号位可以打到4号位，这个是未来会主流的一个这个 wingman，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这个第3顺位，我觉得 CP 值还有这个整个的 performance 都是极高的，然后就这样子拉到了现在。之前刚刚讲说50几块，然后那时候都完全 preseason 都还没有那么的涨价，然后到现在，今年可以从今年年初到250左右。然后到现在还是一样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概可以到600左右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，也跟所有的新手讲，就是说每一次你只要去做足了功课，你自己去分析说未来的这些走向，甚至到这个球队是否愿意去培养他，这个缺是否一直是缺的。当我选了他选了一个 SF， 然后一个 Swingman， 然后又选了一个 Tatum， 这是在冲下回。但是没想到他们2个是配合的非常好，而且甚至到一个下场一个上场都可以把它替补的非常的好，那就是完完全全意想不到的，就回到的是天赋被兑现。那相对的，我们看到说 Jaylen Brown 的这个呈现的方式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，相对跟 Jason Tatum 不太一样。Jason Tatum 真的非常的有天赋，那他可能就像是一个博士，他天天就需要去很吃苦耐劳的去练一些基本功。所以这个东西就会相对的回到的是你的一些基本个性。当你开始嗅到一些苗头不对，说他长大好像有点变。我开玩笑说，他从21岁留了一个很大的飞机头，然后到突然有一天全部剃平头，大家都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是另外一个 LeBron 啊？好丑啊！所以他不管留飞机头还是留剃平头，天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看。但是我们想要看的是球技，所以这个球技的当下，他是让 Celtics 的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爱戴的。他一次还是可以场均没事可以喷发到30几分、40几分。当 Jason Tatum 熄火的时候，他可以支援；当他熄火的时候 ，Jason Tatum 可以支援。所以这个是 Celtics 他们在非常引以为傲的这个自家的农场培养出来的2个探花，结果现在可以在季后赛搭配着 Kemba Walker 还有 Gordon Hayward 变成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劲旅。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些在想要进入卡市，或者是觉得有时候太贵，甚至到说现在虽然是500多块、600多块，相对的他有没有可能会去别的队才变成一哥，或者是这个未来的走势，他们有没有办法拿到总冠军？这些东西都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去想象跟分析。以上就是我们一些小的单卡分析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加入我的 Swingman 单卡行列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些小小的走势，在大换防的时代，你会有什么样的解析？欢迎大家一起在下面留言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婆不要看，我们下次见。